妈妈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，孩子流鼻血后，都让孩子仰着头，或者是塞棉花，这些土方法不要再用了。医生告诉我正确的做法，今天详细的给大家分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还记得小时候你流鼻血的时候吗？妈妈是不是这样教你的？赶快把头仰起来，塞一点纸巾。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吧。曾经有个孩子因为反复的呕血被门诊收进病房。那是个9岁的男孩子，某天早上起床，莫名其妙的吐了几口鲜血，因为出血量比较大，而且不能够排除是消化道出血，就被收住了医院。经过详细的检查，这个孩子的身体健康，消化道没有什么问题。引起他的莫名呕血的原因是因为流鼻血。原来孩子有抠鼻的习惯，那天刚起床，抠鼻子的习惯就出来了。他把鼻子里面的比较大的血管抠破，导致了出血量比较大。而这个时候，孩子没有起床，躺在床上面，喷泉一样的血全部涌出来，涌进了鼻腔，随后被吐出来的。所以你看，流鼻血把头往后仰，虽然表面上是没有在流血，实际上鼻血换了个地方流了而已。而且这个动作特别的危险。如果出血量不高还好，如果是出血量特别的多，自己吃了几口鲜血，那么出血量就会误入我们的气管，严重造成了窒息，导致生命的危险。那么我们可以塞一点纸巾吗？这个动作也是不可取的。当然是不能。因为你也会有困惑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流鼻血去医院，医生也往鼻腔里面塞棉条，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塞纸巾呢？其实这两码是一回事吗？不是一回事的。往鼻腔里面塞一些棉条，我们是能够填止血，需要一定的技巧。而在鼻腔外部塞点纸巾，一来根本不压迫到出血点，形成一定的压力止血，反而会不停的吸血。二来纸巾不干净的，还有可能是制造成继发的感染。那么流鼻血到底应该是止血还是不止血呢？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我们来仔细听一下。正确的方法分为3个步。第一步，坐下来，张开嘴巴呼吸。我们用手指捏住鼻翼的两侧，朝后脑勺方向挤压10分钟。第二步，找一个冰袋放到额头上面，或者放到鼻梁上面，或者用凉水拍拍都是可以的。第三步，上面2步做好，如果还没有止住，我们就可以再捏鼻子的位置，直到血止为住。这如果还不行的话，那就去医院。我们了解了鼻出血的正确处理方法，更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鼻子出血。下面几个妙招可以帮助大家预防出血的，欢迎大家一起学起来哟。通常来说，想要预防鼻子出血，那么首先需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环境，一定要整洁环境卫生以及空气的新鲜。其次，需要注意自己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。再者，还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调节，不能吃辛辣的食物，最好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的。现实生活中，特别对于一些不太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的人来说，鼻出血这种不良症状比较常见，给患者的伤害带来了很多，也是十分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平时应该如何预防出血？接下来跟着视频了解一下。一，我们的生活环境特殊，患者需要照顾一下，保持家池的一些干净的卫生，并且家居的温度及湿度需要适宜，不能够太热，也不可以太冷的，也不能够太干，也不可以太湿，
需要注意保持空气的新鲜。这种环境有利于患者保持心情的舒畅，可以防止焦虑，防止心脏不安，避免情绪因素引发的鼻出血。2. 心血管疾病。对那些心血管病史的患者来说，必须加强治疗，同时需要有效的控制血压以及一些血糖的问题，能够防止病情的加重，促使鼻出血率降低的。3. 饮食调节。在饮食的方面，建议患者以清淡为主，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的丰富食物，同时注意减少辛辣以及刺激的食物摄入，增加体内的水分，预防便秘，也可以阻止鼻出血频发的重要环节。4. 生活的习惯。日常生活中，建议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有规律的生活习惯，可以适当的进行体育的锻炼，以此控制血压，确保充足的睡眠，少吃油腻的食物，多吃水果，保持大便的通畅。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，需要注意鼻出血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尽量快速的进行止血。倘若鼻血流的比较严重，有必要通过一些补血食物进行补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需要注意保持身体的清新空气，清淡饮食，不要光顾着给自己的脸蛋保湿，那么你的鼻腔也需要你的呵护。鼻膜炎会干燥，引发鼻出血的风险。如果你是爱鼻子的人，每天可以用棉签往里面滋润滋润防湿淋，涂抹涂抹。我们出门需要戴口罩，不光可以预防一些细菌，还可以帮助我们的气道咽喉湿润。屋子放一个加湿器也很不错，赶上空气污染了，加湿器能够除一些脏东西，打开净化器，减少空气污染对我们鼻子的刺激伤害。戒烟需要远离二手烟，香烟烟雾也会毒害鼻腔和呼吸道的。如果经常出鼻血，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排除可能性引起鼻出血的原因的。鼻咽部是否有肿物或者是血管增生，再或者是有血液系统的疾病，必须要积极的去医院检查。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流鼻血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小事，很容易被忽略，但如果处理不当的话，可能会酿成大祸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啦。